我们看月亮最基本的要关注哪些东西？这是2018年12月14日晚上8点的北京延庆华海天文农庄。尽管此时的气温已经跌破零下15度，但北京44中天文社团的同学们在生之浩老师的带领下，正进行着一次热火朝天的月球观测活动。然后拿那个遮挡一下这个周围的杂光，效果就好。哦，对，然后你对着那个月亮那个位置测一下光。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着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，让心情放松下来，运用手中的相机拍摄夜空美景。我们不仅仅拍摄到流星划过天空，透过各式各样的天文望远镜，还可以看到深空中绝美的天文奇观，拍摄到各类触不可及的天体。当然，这其中也包括月球。这组照片就是超级发烧友通过望远镜拍摄到的月球上的环形山。如今，把相机连接到高倍望远镜上，很多人都可以拍出一张令人惊叹的月球照片。仅仅借助这样的方式，远远地望着月球，已经很难满足我们对它的好奇心了。如果我们想要更细致地观察月球，就需要站得离它更近，甚至是站到它的表面上。但38万千米的距离实在遥远，按照人类现有的手段，通过运载火箭将航天器从地球发射到月球是唯一的办法。跳滑！1970年4月24日，西北大漠深处，中国成功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。响彻全球的东方红乐曲，宣告中华民族从此进入航天时代。时至今日，这颗卫星依然在近地轨道上飞行。人造卫星、载人航天、深空探测是国际上公认的航天3大领域。2003年10月15日9时9分50秒，神舟5号载人飞船将杨利伟送入太空。和平利用太空，造福全人类。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。此后的10几年中，先后又有10名航天员遨游过太空。现在，硬质的陀螺在翻滚着向前运动。上个世纪末，日本、印度、美国、欧洲的航天机构先后提出了新的探月构想，人类迎来了又一次探月高潮。2000年，我国首次发表了中国的航天白皮书，第一次披露将月球与深空探测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。2004年，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立项启动，中国第一个奔向月球的探测器命名为嫦娥1号。探索月球分2个问题来回答，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把探索月球的装置送到月球去探索。第二个呢，才是要做出中国人有独特贡献的探索的内容。去月球做什么？用什么科学问题来牵引？到底能够回答科学上什么样的问题？凡是别人做过的，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也要做，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。每一次探测，我们总要有1、2样
是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。既然你要探测，那么这个工程里头呢，就要装很多的探测仪器。我们仪器工程不仅仅有非常明确的工程目标，同时也有非常明确的科学目标。嫦娥1号要借助各种新技术手段，获取月球表面影像和立体图像。此外，还要分析月球表面元素含量物质类型和分布特点，探测月壤特性以及月球环境。科学探索是个系统工程，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，形成了由工程总体和5大系统组成的中国探月国家队。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3号卫星平台，火箭选择长征3号甲3级液体运载火箭，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。依靠这3个系统，我们就能够把嫦娥1号发上天。但是，发上去只是第一步，能安全到达目的地展开探测才是关键。我平台是成熟的，我火箭是成熟的，现在唯独比较难的一点的，就是测发控。对这个我说实在情况，是最担心的。就是测控系统呢，首先要接收航天器的这个遥测的这个数据，来判断它的状态，就是它到底是不是健康，是不是正确的执行了这个指令。我们通过遥测，把这个数据要收下来，要判断它这个状态。另外呢，根据它的状态和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计划，要发指令控制它做各种动作，包括变轨啊、调整姿态啊，这个都是通过测控来完成的。我们可以把嫦娥1号想象成是一只硕大的风筝，而测控系统则是操控风筝的那个人。但它借助的不是棉线、风筝线，而是电磁波。在嫦娥1号之前，中国的测控系统只是运用于在地球轨道附近运行的航天器。嫦娥从38万千米发回的信号，只相当于距离地面380千米近地轨道信号强度的100万分之一。而嫦娥1号携带天线的发射功率仅有20瓦。信号微弱还不是最麻烦的，麻烦的是，微弱的信号混杂在人类活动产生的电磁噪声中。测控系统需要想方设法把其他无用的电磁干扰屏蔽滤除。此外，科学家们还从射电天文观测中找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。在射电天文观测中有一种技术，就是把几个小望远镜联合起来，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。由北京、上海、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，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。这样，嫦娥1号的位置就能被我们准确地锁定了。带着中国人的探月梦想，2007年10月24日，嫦娥1号踏上了奔月的旅程。体重2.35吨的仙女嫦娥1号，张开双臂后大约有18米长。为了保持奔月有足够的动力，它携带了约1.2吨的燃料。当嫦娥1号抵达月球附近的时候，它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普通喷气式客机的10倍。此时，如果不及时刹车减速，它就会由于速度太快，无法被月球引力捕获，从而与月球擦肩而过，沦为深空中漂泊的一粒尘埃。但如果刹车过猛也不行，它将一头撞向月球，更别说探测拍照了。正所谓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
这个测量的精度都非常高。假设实际上卫星在这个地上，你测量的不准，你以为卫星飞错地上了，那将来你在管理过程中要出现这个问题。这中间测量一些数据怎么计算，同时这个计算的速度都相当高。你不能说在这个一点上你很长时间在计算，那卫星已经飞出的很远了。我总结了苏联、美国探测月球失败很重要的一个位置，就是在那一点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守在测控大厅，提心吊胆。嫦娥很快就要到捕获点了。2007年11月5日10时40分37秒，嫦娥1号的身边绽放出2朵橘红色的火花。调姿发动机点火，嫦娥1号犹如仙女起舞，撩动如蓝色裙裾的太阳能帆板，轻盈地扭转身躯，来了一个180度的旋转，像一场华丽的太空芭蕾。11时15分，北京飞控中心发出制动指令，嫦娥1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。最后报告说，月球抓住了。我给孙家栋，我说孙老啊，我说是不是再测一次？他说是。我们有请测控的同志，你们是不是再测一次？是不是真的抓住了？最后过了一点时间说，真的抓住了，现在已经开始绕月球，成为椭圆轨道，绕月球飞行了。真的，我们两人抱头大哭了一场。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，绕起来了，绕起来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能力来研究我们中国自己探测到的数据了。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，以后还要一步一步要拿到样品，所以我想我们一定会很坚定的、很顺利的走过去。争气性。是国家民族的争气性，这一路都非常好。中国嫦娥工程可以说画了一个惊叹号，虽然工程还没有完全完，但是这个惊叹号画的精彩。同志们努力，现在入轨的精度非常高，完全被月球捕获。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嫦娥1号凝聚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，承载着中华民族1000年的奔月梦想。它成功入轨，成为了地球卫星的卫星。此后，嫦娥1号在距离月球200千米的环月轨道上飞行，以跨越月球南北2极的方式，大约每127分钟飞行一圈，就像纺线球似的，围着月球一圈一圈地转。上面搭载的立体相机就一轨一轨不停地拍。在拍照同时，激光测距仪不断记录下月面的高程数据。这样传回来的不仅有月表的照片，还有与照片上地形相关的高度信息。这些信息经过地面应用系统的科学家整合处理后，一幅3维立体的全月图诞生了。2008年11月12日，由嫦娥1号拍摄的中国第1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1张包含了月球南北2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，分辨率达到120米，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。它为全人类进一步探测月球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就在嫦娥1号紧锣密鼓地为月球拍照的同时，它所携带的观测月球的其他利器也展开工作。它们测量月壤的特性，
分析月球上元素的含量与分布，配合拍摄到的全月图，又绘制出来主要元素的分布图。2009年3月1日，嫦娥1号第5514次绕过月球的南极区域，向北飞行。这是它来到月球的第494天。此时它已经是超期服役，所剩燃料很少了，生命即将走向终点。它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使命呢？就当时提出的这个人的方法就很多，啊，但是真比较好的就是说，就提出来各种方案，就是我们就撞月，啊，就是把我们这个载荷落到月球去，让月球有中国人的这个载荷在，是吧？用这点剩余的燃料，做一点最后的牺牲和贡献。地面控制它，让它能够撞击到月球上去，或者说叫硬着陆在月球上去。之所以选择这么让它硬着陆，也是为了以后我们嫦娥3号要在月球上进行软着陆，做一点技术和一些经验上的准备。丰富海在月球的赤道附近，面对地球的一面。嫦娥1号的撞月地点选择在了月球的丰富海地区。落月的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，有利于地面观测。2009年3月1日16时，地面对嫦娥1号发出减速变轨指令。嫦娥1号飞行前方的推进器向前喷射，实施减速，旋即开始下落，以抛物线弹道冲着月球的表面飞行。嫦娥1号携带的相机依然在紧张的工作，在生命结束之前，它仍在实时传回图像。这个过程仅仅持续了几分钟。嫦娥1号是我们所有嫦娥人的心血培育起来的，我们感到非常沉痛，感觉到他为国建功，而却粉身碎骨，埋葬在丰富海，永远埋葬在丰富海。嫦娥1号义无反顾地向前飞行，月球的丰富海区域成为我国第一位探月使者的最后归宿。16时13分10秒，嫦娥1号坠落在预定撞击点。中央电视台每晚7点雷打不动准时播出新闻联播。但是在2010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，新闻联播的片头却是破天荒以画中画的形式播出。画中画的小画面是一次航天发射。18点59分58秒，一团红色火焰将长征3号丙运载火箭推起。嫦娥2号划破苍穹，飞向月球。嫦娥2号与嫦娥1号轨道设计全然不同。嫦娥1号先在围绕地球的椭圆轨道做了几次加速，才把自己甩出去。这有点像田径比赛的抛链球，而嫦娥2号更像是掷标枪，沿着奔月时间短的高速路直奔月球。凭借长征3号丙运载火箭的巨大推力，嫦娥2号节省了大量燃料。嫦娥1号抵达月球用了12天，嫦娥2号把这个过程缩短到了5天。除了飞得更快之外，相对于嫦娥1号而言，嫦娥2号此去还有新的要求。首先就是要靠得更近。嫦娥2号是在距离月球表面100千米处的轨道上
运行工作的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求嫦娥2号看得更清。嫦娥2号所携带的立体相机空间分辨率已经从嫦娥1号的120米提升到7米，足足提高了17倍。打个比方，嫦娥1号如果能够看到一个飞机场的话，那么嫦娥2号就可以看到跑道上的一架飞机。2010年10月26日，嫦娥2号变轨下降，进入近月点距离月球15千米的轨道。他将自己的眼睛聚焦在月球的红湾雨海地区。嫦娥2号对科学家选定的嫦娥3号的落月点区域进行了高清晰度的拍摄，分辨率可以达到1.3米。他拍摄了大量月面红湾雨海区域的局部影像图，让中国科学家清楚地了解到，这里表面较平坦，由玄武岩质的月壤覆盖，分布有不同大小的撞击坑和石块。其中最大的撞击坑是直径约9000米、深约1.7千米的拉普拉斯 A 撞击坑。很显然，分辨率的提高，给我们呈现出更多月球表面的细节。月球上大大小小的坑，大部分是由彗星、小行星撞击出来的。小行星长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可以让嫦娥2号去侦查一下。这不是什么天方夜谭，这是真事儿。还记得嫦娥2号一步到位的奔月之旅吗？正是因为有了精准的轨道设计，嫦娥2号在旅途当中才能节省下来大量原本用于调姿、变轨、增速的燃料。所以，当它精确拍摄了月球红湾雨海区域之后，嫦娥2号还有能力飞离月球，进行一系列拓展实验。2号的最大特点是1探3，就是用一个备份星，最后我们实现了对月球的探测，对日地拉冈人2点的探测，还对小行星4179，它的学名的叫托塔蒂斯这么一个小行星探测。图塔蒂斯小行星又名战神，它行踪不定。美国曾经通过雷达跟踪探测数据，给它绘制过模糊的图像，推测它直径大约4000米。因为它曾经数次接近地球，所以被列入潜在危险小行星名单。科学家推测，6500万年前，一颗直径大约10千米的小行星撞击在墨西哥湾的位置，撞击导致剧烈爆炸，烟尘遮天蔽日，整个地球陷入黑暗，大量动植物死亡，恐龙就是在这场浩劫中灭绝的。假设图塔蒂斯小行星与地球相撞，人类的命运可想而知。要和4179小行星要探测、要交会，2个最重要的工作要做。第一个是要精确的知道它的轨道数据，第二呢还要精确的设定，是吧？设置或者控制我们嫦娥2号的轨道。所以呢，当时吴伟人总是呢组织了咱们国内的天文台的很多个这个望远镜，也是很密集的对这个4179小行星进行了观测，然后呢对它的这个轨道也做出了比较准确的这个预报。朝着战神飞去，近距离给它拍张照，这就成为了嫦娥2号再拓展试验的探测目标。此时战神正在太阳系中穿行，经过195天跋涉和5次中途轨道修正，嫦娥2号一步步靠近战神的运行轨道。
能够完成星际穿越的航天器速度都非常惊人。嫦娥2号要想摆脱地球的引力，它相对于地球的速度要达到每秒10.8千米，而天体的运行速度就更快了。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相对于太阳的速度大约每秒30千米。设想一下，在浩渺的太空当中，相隔几百万千米，两个高速飞行的物体，要想打一个照面，这得需要多么精准的计算呢？打一个比方吧，这比开枪去击中另一颗飞行的子弹还要难。但是，嫦娥做到了。2012年12月13日16时30分，在距离地球700万千米处，嫦娥2号飞临图塔蒂斯小行星的轨道。为了能够清晰地拍摄到战神，嫦娥2号早就做好了准备，打开相机，对准身后漆黑的太空。突然，一个长得像花生一样的家伙无声无息跃入视野，二者之间最近距离仅870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嫦娥2号早0.3秒抵达战神的轨道，就会被它撞得粉身碎骨。它们交汇时，相对速度达到每秒10.73千米。就在擦身而过之后的55秒钟内，相机连续拍照，成功获取11张光学影像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拍摄到这颗小行星的图像。带着光荣与梦想，嫦娥2号完成了所有任务，地面不再给它发出指令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嫦娥2号又飞行了数亿千米，不断刷新着中国航天器的飞行记录。它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在浩渺的太空中游荡。从一颗围绕月球的人造卫星，晋升为围绕太阳做椭圆轨道运行的人造小行星。它大约会在2028年前后回归到地球附近，遥望家园。自古月有阴晴和圆缺，广寒宫夜晚一场寒冷。嫦娥姑娘一道放月宫，探秘寻宝拍照留影。头顶是遥远深邃太空，身边是无声寂静。前方崎岖路不平，苍凉的月球上留下你孤寂的背影。你的背影，千年的梦想由你完成。月的背影，人类登上新的